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六亲缘浅这个词，想必大多也是从算命先生口中听到过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六亲缘浅指的并非是没有亲人，而是与他们的缘分非常浅，即使彼此都健在，也不常往来，或者来往而不亲近。很多人在生活中待人友善，但总是独来独往，朋友甚少，六亲不近，他们就觉得六亲缘浅就是福泽太浅。但是这种人往往更有福报，这是为什么？南怀瑾大师说，最有福报的天选之人，就是六亲缘浅的人。所谓六亲缘浅，并非命运薄待你，而是上天为你量身定制的修行剧本。六亲通常指父母、兄弟姐妹、配偶、子女等至亲，而缘浅意味着你与他们的情感连接单薄，甚至从小得不到足够的关爱与支持。有人从小被寄养，与父母疏离；有人成年后漂泊异乡，与家人少有联系；还有人即便身在家庭，却始终感到孤独与格格不入。这种疏离感看似痛苦，实则暗藏深意。佛说，六亲缘浅的人无因果，和家人缘浅，聚少离多，不一定是坏事，说明今生欠债少，纠缠少，是准备往生极乐之境的征兆。你要知道，人的成长过程也是六亲缘起缘灭的过程。就像弘一法师所说，六亲缘浅，修得是两不相欠，无挂无碍，大道方成。人生每一世都是为了了结因果，而六亲缘浅者已在前世偿还了大部分业力，今生不再被亲情牵绊，反而能轻装上阵，专注于自我修行。注定要修行的人，老天不会让你活得太舒服。父母的控制，伴侣的伤害，亲人的算计，这些看似痛苦的经历，实则是修行的必经之路。六亲缘浅者，往往从小被迫独立，没有家人的庇护，你只能自己面对生活的难题，升学、工作、成家，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闯。这种无依无靠的状态看似残酷，却让你练就了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就像反脆弱中所说，杀不死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。当你一次次被至亲伤害，被爱人背叛，被亲戚算计时，你会逐渐看清人心的复杂。这种崩塌三观的痛苦，恰恰是觉醒的契机。南怀瑾曾说，若天命欲使你修行，必不让你生于繁花似锦之家。只有经历幻灭，才能放下对亲情、爱情的外求，转而向内寻找力量。表面上看，六亲缘浅者似乎无依无靠，实则他们拥有三大隐形福报：一、少业力，轻因果。与家人缘浅，意味着你与他们没有未了的恩怨纠葛。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说，
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执着于亲情牵绊，人生少了许多爱恨纠葛的负累，内心更易保持清醒。二、断舍离，修专注。世俗家庭常被琐事牵绊，亲戚攀比，催婚催生，财产纠纷，而六亲缘前者天然远离这些纷扰。正如道教经典云集7000所言，断绝俗缘，以成仙道。你可以把精力用于学习、事业或精神成长，活出更纯粹的人生。三、贵人缘，心连结。天道对六亲缘前者自有补偿，当你修好自身，与原生家庭无关的贵人会自然出现，可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亦可能是精神契合的伴侣。这种主动选择的新型亲缘，往往比血缘关系更稳固，更有生命力。四、修行道场就在日常生活里，修行无需遁入空门，日常琐事皆可悟道。面对家人冷漠时，不抱怨，不讨好，保持边界感，这是修不执着。遭遇背叛时，不报复，不自怜，接纳人性复杂，这是修慈悲心。独处时，读书、静坐、思考，向内观照，这是修定力。正如一位修行人分享，我搬去乡下独居，种菜养花，内心反而比从前更丰盛。这种脱离喧嚣后的自在，正是修行的馈赠。六亲缘浅常被贴上孤僻冷漠的标签，但真相恰恰相反，你的孤独是上天赐予的觉醒机会，你的磨难是通往福报的阶梯。就像太极图的阴阳平衡，黑夜与白昼交替，痛苦与福报共生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外界的爱恨，学会自我滋养时，便会发现，真正的福报不是拥有多少亲情，而是修得一颗清净心。真正的强大不是依赖他人，而是成为自己的靠山。此生若能修得不欠、不怨、不执，便是圆满。六亲缘浅之人与家族缘分淡薄，实为背负天命而来。他们与原生家庭格格不入的思维与行为模式，恰是打破家族业力轮回的关键。表面看他们是家族的一类，实则是上天派来打破家族业力的使者。他们带着与生俱来的使命，用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来扭转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。六亲缘浅不是诅咒，而是上天的特殊标记。这类人内在灵性极高，需通过修行修心激活使命。他们从小就和原生家庭格格不入，父母的言行他们无法认同，家族的习惯他们难以融入。这种疏离感背后藏着深意，他们需要保持清醒，避免被家族的负面模式吞噬。就像《易经》说的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他们注定要走一条独自修行的路，在孤独中保持纯粹，在疏离中积蓄力量。
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完全跳出了家族框架。父母用愤怒解决问题，他们却学会了冷静；长辈用抱怨面对困境，他们选择用行动改变。这种反差不是偶然，而是他们正在用全新的生命程序覆盖家族旧代码。佛家讲因果不虚，当一个人能突破原生环境的限制，实际上是在化解整个家族积累的业力。他们的每个正向改变，都在为家族命运按下重启键。离家发展是这类人最重要的觉醒契机。在熟悉的环境里，旧模式会像磁铁般不断拉扯，走得越远，他们越能摆脱家族能量场的干扰，真正释放内在的生命力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遵循道德经反者道之动的规律，通过物理距离打破精神枷锁。当他们在外界建立新根基时，会像种子破土般带动整个家族向上生长。修行是贯穿他们一生的课题。六亲缘浅的人要修的不仅是个人心性，更是整个家族的气场。当他们在异乡学会情绪稳定，家族成员会莫名变得平和。当他们在外界建立健康的关系，原生家庭的矛盾会自然松动。这种改变看似玄妙，实则是能量共振的结果，就像往湖心投石激起的涟漪。他们的每个成长突破，都在震荡着家族命运的湖水。这类人最珍贵的品质是不认命。当全家人都在抱怨出身，他们默默寻找出路；当亲戚都在重复悲剧，他们坚持改写剧本。这种倔强不是叛逆，而是肩负着为家族开创新纪元的责任。他们走通的每一条路，都在为后代铺就更宽广的人生选择。所谓一人得道，九族升天，说的就是这种跨越代际的命运扭转。不必为亲情疏离感到遗憾，这是上天给予的保护机制。正是因为不被传统束缚，他们才能跳出家族命运的怪圈。正是因为缺乏情感牵绊，他们才有勇气做出颠覆性的改变。当整个家族还在旧轨道上打转时，他们早已在远方种下新生的种子。这些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，为整个家族遮风挡雨。生命的安排远比肉眼所见深邃。六亲缘浅的人要做的就是顺应这份特殊使命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扎根生长。当你活出生命的最高版本，家族的命运齿轮就开始了新的转动。记住周易的启示：凶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你的每次蜕变都在为整个家族打开新的生机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一世所遇到的所有亲人，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而你所经历的悲欢离合，都跟你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。所以，很多亲人其实都是上一世的厄运，因此这一辈子两方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差，甚至会到恶语相向、反目成仇的地步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所有六亲缘浅的人，跟父母间的因果牵连也少，因此你们的关系没有像别的家庭一样坚不可摧。不过六亲的缘起缘灭都是人生的体验，即便是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平平淡淡，如水一般，对自己的人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反而六亲缘薄的人都是非常容易发达富贵的，因为没有太多的爱与恨在牵绊，因为不必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家庭关系上，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来拖你的后腿。那么你就会试着去挖掘自己内心缺失的部分，逐渐摆脱亲情这个相。所幸六亲无靠的人都会比较独立自主，可以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活得更加精彩。同样，天选之人中最大的特点也是六亲缘浅。天选之人顾名思义，就是天地选中的人。佛教里常常讲的龙天推出，也具有同样的含义。一个福德具足之人，慧感的护法善神天龙八部拥而出之，委以重任，承担大事。这样的天选之人，如果你遇见了，请对他们好一点，至少不要欺负他们，否则后果可能是你承担不起的。他们不但六亲缘浅，六亲不靠，并且自命清高，不愿随波逐流，自主臣服，知心朋友甚少。俗话说，虎狼独行，牛羊成群，强者基本上都是孤独的，能量越强，越喜欢一个人独处。真正的天才都是孤独的，真正的觉醒者也是如此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得段位越高，就跟外界月亮不相欠。若是前世不相欠，今生怎会再相见？我们跟外界的关系越复杂，说明我们的业力越重。六亲缘浅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世了，功德圆满，不需要再在人间轮回了。天选之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人生坎坷。他们看起来很幸运，但现实中往往也活得很艰难，因为他们往往独来独往，甚至不食人间烟火，跟周围世界是格格不入的，不会攀援，不屑拉关系，不依附任何人，鹤立鸡群，甚至被大家孤立。这种人往往有特殊的经历和见识，往往都经历过绝望之谷，独自穿梭过人生的黑暗森林。然而，人越在低谷时期，也越容易看清人性和社会的真相，于是他们反而拥有了一套独特的见解和思想。这种人非常不容易，他们经历了那么多黑暗丑恶，居然没有长歪，没有黑化，没有偏激，也没有形成反社会人格，而是突破重重阻碍，进化成了一个成熟、理性、睿智、温和的人。他们懂丑恶但不丑恶，知世故而不世故。这个概率有多么低，难度有多么高。一个有智慧的人很可能是大家眼里的怪人，因为在乌鸦的世界里，天鹅都是有罪的，
他们一般会有这3个的特征：第一，比较沉默，要么不开口，一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，因为他能一眼看到本质，道破真相。这一点普通人就接受不了，因为普通人需要一点点的接纳真相，或者干脆回避真相。第二，喜欢独处，就像鸡鸭鹅牛羊马都是群居，但是狮子老虎都是独居一样。越是独立能力强大的个体，越喜欢独居，他们更喜欢跟自己相处，甚至可以跟自己对话，凡事都是先思考自己哪里出了问题，然后一日3省，不断督促自己。第三，更加追求精神财富，他们未必很有钱，但是一定不会缺钱，因为他们有智慧，所以被大众所需要，像钱一样被大众需要，大众会去追随他们。为什么现在的社交氛围越来越差？大家几乎不再用心交流，社交就像走马观花一样，因为大家的认知水平正在加剧分化。我们看似在同一个世界，其实这个世界早已被撕裂，不同认知的人活在不同的维度空间里。孤独者非神即兽，他们绝不是普通人。内心越充盈的人，越喜欢独处和安静；内心越空虚的人，越喜欢热闹和喧哗。强者都是独立的，因为他们可以单枪匹马作战。你看老虎、豺狼、狮子一向都是独行，弱者才喜欢扎堆，因为他们需要抱团才有安全感。你看那牛羊鸡鸭鹅，一直都是成群结队。天选之人一般看起来很显年轻，长相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小很多，他们内心普遍非常善良，因为保持真心，没有心眼，往往目光柔和，面目慈祥，所以才会比同龄人更年轻。这就是相由心生，他们看透了世界，生命得真相，走向了觉醒，开悟，得道，能够从高维处俯瞰众生，宠辱不惊。而大部分普通人都是巨婴，都活在懒惰、虚荣和幻想里，所以6000元钱的人注定不是凡夫俗子。如果是你，那你一定是有大福报的人，上天也一定会赋予你无限的生机，无限的能量和机会。你只要时常感恩那些给你带来磨难的人和事，因为他们都是来渡你的。你只要持本守真，常随佛学，发菩提心，修菩提行，证菩提果，以佛法为指导，自利利他，自然就会收获富足、清净、自在的人生。有缘人，2025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，标志着物质时代的结束与精神时代的全面来临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极简主义，更加重视心灵的深度探索与平衡。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，天选之人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，承担着引领社会道德重回正轨，
帮助他人找到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重任。真正的天选之人，是那些经历了无数磨难与考验后，依然能坚定信仰、初心不变的人。天选之人有很明显的天赋，是天赋异禀之人，但又有明显的短板。有的比如不善言辞，性格孤僻，喜欢用沉默应对外界，天生对神秘的事物感兴趣，喜欢研究玄学，喜欢探索宇宙，喜欢仰望夜空，向往清新淡雅的田园生活，喜欢大自然，崇尚过简单淳朴的生活，不会过奢侈浪费的生活。大部分都经历过撕心裂肺和绝望，而且能再次爬起来，并且不会变得偏激，反而更加热爱世界。天选之人身上有着超凡的精神力量，他们善心具足，乐善好施，他们见人苦如己苦，见人乐如己乐，能够以大爱与慈悲去面对世间的冷暖。他们在人群中总能以无私的力量去影响他人，帮助他人走出困境，开启觉醒之路。尽管身处尘世的纷扰与挫折之中，天选之人能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志向的高远。在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时，他们不仅能坚守本心，还能通过修行与自我提升，不断磨砺自己的精神世界。他们在困顿中寻找突破，在迷茫保持清晰，最终超越一切，借外界干扰走向更高的境界。天选之人经历过深刻的内心蜕变，通常具有非常高的觉悟与直觉。他们不仅能够快速看透人性的本质，还能洞悉事物的真正面貌。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平和清明的心。天选之人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他们肩负着社会的重任，致力于人类文明的觉醒与道德的回归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很多人追逐名利和个人利益，但天选之人清楚地知道，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享乐，而是为了完成某种更高的特定使命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觉醒。当今社会，物质主义的潮流已经让许多人陷入了困境，安静身心的疲惫与空虚，让人们开始思考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。而正是在这种反思与觉醒中，天选之人悄然出现。他们在经历了无数磨难后，不仅自我超越，更成为了引领他人走向精神觉醒的重要力量。他们深知精神的力量比外在的物质更加的深远，只有内心强大，才能在这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中保持稳定。他们的存在如同一道光，照亮了周围的黑暗，指引着迷失的人们走向内心的光明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再是知识、能力或经验，而是心之力。天选之人早已意识到，只有修炼内心，才能抵御外界的困扰与诱惑。
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他们的使命是让这个世界回归真善美的核心价值，让每个人都能在内心找到真正的满足与幸福。在物质已经无法满足灵魂的今天，精神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更多关于内心力量与觉醒的可能，而天选之人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灵魂引领者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善待自己。愿6000元钱的天选之子都可以走上属于自己的轨道，走向生命觉醒的强者之路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